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参加今天的本人读书会。这次要分享的主题是材质着色与动画的练习。通过这次的分享，你可以学到材质着色与动画的基础认识与重点分析。另外，如果你在观看完这支影片对这主题想要多加了解的话，您可以参考影片下方链接来获取更进一步的资讯。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材质着色的部分。当我们准备要为一物件着上自己想要的颜色时，我们除了可以在一开始建模出各式各样不同物件，并将其组合成一个物件，之后再开始上色外，我们也可以通过指定颜色功能，在同一物件不同的网格面来着上自己想要的颜色。另外，在此材质功能面板中还有选择的功能，此功能是要指定材质中所要着色的地方，而取消选择功能。顾名思义，就是要删除刚刚指定材质中所要着色的地方。现在回到 Blend 画面，让我们实际来操作刚刚分享的内容。首先，我们先按 Tab 键来到编辑模式，之后我们选取影面的方式来选取我们等一下要着色的范围。之后我们来到材质的视窗，然后选择一个新的材质。那我们就再来新增一个我们等一下要指派的颜色。然后之后按指派。那回到物体模式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清楚的来看到说，我们刚刚指派颜色已经在我们刚刚所选择的范围上了。再要跟大家分享动画的内容。动画就是使物体随时间移动或改变形态，而物体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以动画的方式呈现。比如说，我们可以将一个物件随着时间的变化来做整体上的移动，除了改变其位置外，还包括其方向或尺寸，或者改变物体的停点或控制点，并将其动画化。最后是可以使一个物体随着另一个物体的移动而移动，例如父子物体、钩冠、骨架等的功能。然后它又可以分线性动画与非线性动画。线性动画则是指动画属性在关键影格之间以恒定速度变化，也就是说，动画从一个关键影格到下一个关键影格的运动是均匀的，没有加速度或减速度。线性动画的优点是简单和直观，但缺乏自然的运动感。而它的特点呢，就是匀速运动。关键影格之间的变化是线性的，没有任何加速或减速的效果。而它的用途是适用于简单的动画效果，如直线移动、淡入或淡出等。那非线性动画呢，就是指动画属性在关键影格之间以可变速度变化，可以透过调整关键影格之间的速度曲线，例如 Bethe 曲线，来实现不同的加速度和减速度效果，使动画更具自然感和流畅性。接着我们要来讲动画属性，也就是当时动画所呈现怎样的状态，而每个属性在不同的状态时会有不同的颜色与选态的项目。那灰色呢，就是指目前没有动画化；黄色呢，则是指目前的针是关键影格；那绿色呢，就是指说当前的影格不是关键影格，那数值是位于差值曲线。那橘色呢，则是修改过数值的非关键影格，数值偏离差值曲线。那紫色呢，则是受驱动器的控制。那分享完动画简介与属性后，我们再来分享关键影格。关键影格只是储存属性值的时间标记，例如关键影格可以定义
一个立方体的水平位置是在第一个影格上，离原点有3公尺的距离。而关键影格目的是为了呈现逐格动画，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在第10影格上添加另一个关键影格，指定立方体的水平位置在20公尺处。Blender 可以将根据所选的差值方法，如线性、贝塞尔曲线、二次曲线等，来自动确定第1影格和第10影格之间所有影格中其立方体的确切物质。比如说，在右上方范例图，我们可以知道现在影格所呈现的状态。上图表示目前影格为立方体的关键影格，而下图表示目前影格不是关键影格。然后再来我们来看右下方的范例图中，长值、线性、二次形和贝塞尔差值以及线性内差所呈现的样式。曲线的 x 轴对应于时间，而 y 代表属性的值。关键影格本身定义了曲线的上的关键点，而差值则由附加参数控制。另外，关键影格可以透过以下图示来知道其状态为何。我们可以先从下方的左图内容中可以知道，在此状态时，其表示为未选取的意思，而当被选取时，则会呈现如右图的样子。而在关键影格所呈现的颜色，是为在视觉上区分出此为常规的关键影格，还是其他不同动画事件或状态，比如说像极端、间断或其他中间状态等。所以他们会在所应用的不同颜色上进行视觉化的呈现。像若关键影格呈现为白色、黄色菱形时，则表示此为常规的关键影格；若是此影格呈现青色小菱形的间断状态的话嘛，那则表示其正处于过渡期间，正用在不同关键影格之间所呈现各种状态的时候。若是惯性的延续，则此关键影格会呈现深灰色、橘色菱形。这表示我们可以在其状态附近添加少量动作在此关键影格上。那在动画摄影表中，它也会在它们之间显示一个条块，而红色大菱形则是表示目前处于极值状态或其他需要的用途。若是关键影格呈现绿色小菱形，则表示此为已插入物件的关键影格，用于在其他影格上插针，或用于其他所需目的。最后，若此影格为深色菱形的话，则表示它是透过某些功能所产生的关键影格，例如复制全域变换的附加元件、固定视角镜头。那此关键影格类型是像 Blender 中的附加元件表明可以安全的删除，并重新产生它们，因此在使用此类型时，在手动标记时要格外小心。再来，我们来探讨放置关键影格有哪些方法。在物体模式中，有选单，然后我们选择物体，再来就是动画，然后插入关键影格。那它的快速键则是 I。另外，我们还有其他方法可以放置关键影格，例如将滑鼠悬停在属性上，并按 I， 或透过滑鼠右键按下属性开启上下文选单，然后从选单中选择插入关键影格，或自动插入关键影格。那自动插入关键影格是时间轴标题列中的记录按钮。如果变换类型属性的值发生变化，则自动插针会自动将关键影格新增至设定的影格。好，我们现在回到 Blender 画面上。那在画面上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已经建模好的荷包蛋、铁锅和火焰了。那现在我们就在这个建模上为它建立一个动画。首先，我先选定一个物体，比如说
右边的荷包蛋。那再来呢，来到动画的时间轴，为这个荷包蛋设立一个关键格。然后再来，我到第225个音格上，调整一下方向，再设立一个关键格。然后在第250个，也是一样，调整一下方向，然后再设立一个关键格。第270个音格也是一样，最后来到第300个的音格上，设立最后一个关键格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看成果如何。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。最后，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 Brand 读书会，下次再见喽。